荡，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大方，天下无双，轻易放心上，而朋友便不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一水撑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过往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，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这样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。它一定让你充满希望，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我只是差那个字没有说而已，你就把它给忘了嘛。那个什么字啊？烂哦！你以为我就像隔壁那个烂女人？原来她是在骂我！不要乱猜啦！应该是骂楼上那个按摩的嘛哦。楼上的是瞎子，瞎子不可以烂呢。烂你的头啊烂！我已经忍他忍很久了，原来他是在骂我啊！大妈，忍一时风平浪静。对呀，百忍成精嘞。什么百忍成精？如果我再忍下去啊，我就变妖精了！哎，大妈，我说你就看在姑丈呢身受重伤的份上啊，你就不要再火上加油了，好不好啊？好，这口气啊，我暂时先收起来。好，切薯条。哦，切薯条啊，切完扫地。竟然敢骂我是个烂女人！好，你哦，每次都是小心啊！哎，sorry。sorry 啊。哎呀，走开啦，有惹麻烦。这样有空啊？哦，我在附近买东西，经过你店就来看看了。哦。我看你们门口还摆着 close 啊，有没有打扰到你？哎呀，什么打扰没有啦？坐了哈。我们也要 open 了嘞。这2天没看到你，你很忙啊。哦，这间店哦，扫那边。哦。这间店哦，没有我不行的嘞。当然啦，你是老板嘛。不过啊，现在做老板没有这样好命了喽。我说我要请你吃炸鱼的哦，我现在去拿给你哈。不用了，我是要还你钱的。钱？什么钱？那天你借我电话卡打电话，你忘记了？哎呀，这种小事你要记住。不可以，一定要记住的。借钱可以忘记，欠钱不可以忘记的。5块钱够不够？哎呀，太多了啦，马六甲嘞，你以为打去非洲咩？哎呀，不用了。拿去了。哎呀，不用了。拿去了，真的。这样我不敢跟你借了。哇，你很会刺激人呢。那我就拿你的钱啊，你就吃我的炸鱼喽。这样就公平了嘛哈。不可以啊，我要回去看店。这么怕老公骂你咩？不是啦。不要假哈。
你去小便哦，老高就紧张的要死，你一定是怕他骂，所以要赶回去，是不是？不要紧，打包 OK。真的不用了，老板。哎呀，很快的啊，等一下啊，哎，马德，再一份打包哦，快点。那个女人是谁？老高的老婆。老高结婚了吗？我怎么看到他给你钱呢？结账哦。结什么账？佳倩每个月去跟老高结账的。啊。喂，我前几天才把这个月的钱给了老高。哎呀，老高说有 special discount 吗？这5块钱是多出来的嘞。那这5块钱记账啊！哎，快点，我们的。老板，啊，我真的要走了，谢谢你哦。哎，这好了嘞。哎，叫你炸鱼就问这么多东西。妈大，我可以早点吃午餐吗？给我1份炸鱼了哈。哇，怎么你手受伤啊？龙哥是你啊？哇，为什么红红的？刚才我看你都没有这样嘞。哦，没有，刚才回来的时候可能给蚊子叮了。蚊子有牙齿咩？这明明是牙齿印吗？没有了，因为抓也没有用，所以就用咬的了。是真的吗？我第一次看人家用这种方法止痒嘞。老高嘞？他不在。哦，那你留在我店里的。哦，谢谢你啊。我还拿了我店里的炸鱼给你吃嘞。哇，好香啊！都说不用了，你还特地拿来。顺便吗？哎，反正不炸都炸了，如果你不吃，我也不能收吗？哎，赶快吃，冷了就不好吃了嘞。那多少钱？哎呀，都说请你吃咯。不可以的，一定要还的。不用啦。你们来拿货也是有收钱的嘛？那10块钱够不够？真的不用嘞。拿去啊，龙哥。哎呀，都说不用了，拿去真的不用嘞。拿去。哎呀，不用啦，不用啦。我不是有意的哦，不是有意的。sorry 哦，我要先走了。sorry 啊。不老我为什么碰人家那个地方，很拍死的嘞？刚才他有没有生气啊？好像没有生气哦。刚才那反应是什么鬼反应来的？很像是对我有兴趣哦。当然是对我有兴趣啦，不然怎么会去快乐鱼找我？好香啊！给我半kg腰豆。吃饭了？哦，什么味道啊？炸鱼。
为什么有鲨鱼的味道？刚才有个人跟来买东西，他的儿子一边吃炸鱼，一边掉满地都是，在里面。拿去查。我去吃饭。哦，你先吃吧。现在没有人，快点吃。哇，这么多我怎么吃得完？看不懂啊？你说我叫你早点回来就早点回来，那就不用痛苦吗？快点吃，看你这样瘦，那就一给你。我就是要瘦一点嘛，我3层肉都跑出来了。那，你吃。跟你讲啊，女人呀要爸爸才好看，知道吗？你不要学新加坡那种女人的 pattern 啊，有钱没有的话，整天去减肥中心，还有 spa。女人总是爱漂亮的嘛。Honey，我想把我哥哥接出来医病，你说好不好？哎呀，他的病是医不好的啦。试试看咯，我哥亲都是很厉害的。哎。不会好，不会好的。你看啊，医生也看了，神也请了，降头师也请了，前后后啊花我22千啊，结果有好了吗？全部不是丢进河里，万人马币啊，要40多千啊，知道吗？开玩笑啊！吃饭吃饭。阿龙，你在这边走来走去做什么啊？你嘞？刚才跑去哪里？干嘛？要给我钱啊？对啦，那时你不是叫我买大力水手咩？跑出来啊！哎，我阿龙给的 tips 很准的 ，OK？ 你这个人啊，真的是不老实啊！把钱啊存到现在才给我啊！我表伟那时候你叫我买，我都没有给钱我嘞。照落哦，就算跑出来，我也不用给你的嘞。鸭椒啊，炸鱼好不好吃啊？什么？什么？你叫他什么？阿娇咯。阿娇是我叫的，你要叫他头加少。哦 ，OK 咯，叫头加。我表伟这什么年代还这样老土，叫头加少，很像电视剧豆腐街嘞。你不要叫他头加少也是可以，叫他老板娘。OK 咯，就叫他老板娘咯。我叫他叫你会这样生气，真的打不累打鼾呢。那钱要不要的？要，当然要了。Honey，电话。来。哎，老板娘，这是老高的钱哦，你帮他拿。哦，你不要跟他说我吃你的炸鱼嘞。怎么了？他会不高兴的。哇，他这样会吃醋啊？哎，炸鱼好不好吃啊？很好吃啊。好吃啊，我炸的嘞。你的功夫真好啊。那如果你喜欢吃，改天我再请你吃哈。吃什么？哎，吃什么啊？哦，老板问我吃饱了没有。老板，谁是老板？他不是快乐的老板喽。他是老板啊，连炸鱼都不会，还当老板。这里的人啊，每个都知道，他除了赌之外，还能做什么？哎，如果我不会赌马，刚才你那钱是怎么赢的？不要跟你讲了啦，我先走啦。喂，你等一下，钱还没有给我嘞。钱在这里。你等一下，我还没有数啊哈。我表哎，你以为我会吃你的？等一下你会死啊啊！Honey，我去厕所一下。等一下，你吃饱了？哦，我没什么胃口，今晚再吃哦。你在晚上吃了会臭酸的。不会的，热就可以了啦。你是不是生病了啊？发烧、肚子痛、
他一定是吃了我的杂鱼，才会饱到吃不下的。我真的去厕所了啦。早点去早点回啊！无端端的没有胃口，又吃不下饭。会不会是怀孕了？你说什么？怎么？讲你要做爸爸而已吗？不可以咩？哎呀，能当就好了。哎呀，要数赶快数啦，我要回去了啦。哎呀，这一点点钱不相信你咩？我表哎，你一下子这样，一下子那样，你真的是 something wrong 嘞！我走了啦。哎，阿龙，哎呀，怎么还没数够啊？不是啦，有一件事情想叫你帮忙，今天再说，拜拜。哎，你要喝咖啡还是茶？我订来。哎呀，不用啦，什么事情谈这么久？不要的啊！哇，神神秘秘，这么你要做不给啊？找我帮你收万次票啊？开玩笑，非法的东西我是绝对没有做的。不要假啦！哎，现在很多人哦挂羊头卖狗肉嘞，说不定你已经偷偷做了喽。讲正经一点呐！喂，有一件事情想叫你帮忙。什么事？我跟你讲，你千万不可以跟人家讲啊！什么事？你千万不可以跟人家讲哎！妈的，什么事？快点讲啦！你弟弟是不是看人家小便的医生？是啊，这么你弟弟不能小便吗？不是啦，小毛病啊。那你就去看他喽。我去看他也是没有用的，他也是不会给我药的。什么药？那种吃了能够跟老婆上床的药啦。啊！原来你们结了婚这么久都还没有。我表哎，平时还讲自己有多威风，多有魅力，真的。这种事情要不是真的，我还有脸告诉你啊。看了医生啊，想讲我心脏病，不卖药给我，在黑市上买啊，怕买到假货，吃了不值得吗？当然啦，药怎么可以乱吃？哎，不过哦，其他医生不给你，哎，我弟弟肯定也不会给你的嘞。你这个才有问题呀！啊，我叫你买33啊，你买22，害我少赢几百块。你为什么这样找回来啊？厕所人多吗？这样等一下才去咯。你看什么？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我报你星期6帮你赢回来了，我的 tips 很准的嘞。那你准备请我吃鲍鱼吃啊？一切都拜托你嘞。喊呐！记得给你弟弟拿药啊！喊呐！可怜呢，年纪轻轻就守活寡。哎，这样不是表示我有机会？亚龙，人家是你朋友的老婆嘞，你这样想不是很没义气？不要想，这种东西不能想的，妈的，很没义气的嘛！不要想啊，不要想！为什么还要想啊？我都说不要想喽！家福吃粥了啊！有粥吃啊！姐，下星期我有演出，你要不要过来捧场啊？你那些戏啊，我都看不懂。看完了我再跟你解释嘛。我才没那么空闲呢。好心你啦，不要每天不务正业的。我哪有不务正业啊？搞剧团就是我的正业啊。一个月能够赚多少钱？你去年说700，现在呢？650，还少50块啊。经济不景气嘛。可是剧团能够发薪水给我们，已经算很不错了。扫地的工人又哪里比你多了？我知道啊。知道你就正正经经的去找份工作吧。姐，心灵的富有啊，远远比物质的富有还来得重要。那你看，一碗白粥，一碟沙丁鱼，就可以当我们的一餐了。可是我的内心呢，却充满了满足感，这是金钱买不到了，你懂不懂？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我啊，在这个家呢，已经很没争气了。拜托你争气一点好不好？不要给人家看扁了。谁看扁我们了？你没看到他吗？整天在背后骂妈妈的，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得出来。你以为他会看得起我们啊？哦，你是在说大妈？其实他这样做我能够理解的。那我问你，如果你的老公呢被一个女人给抢走了，那你会不会骂这个女人一辈子呢？其实啊，你们每个女人都是一样的。你呀，人家对你好一点，给你喝粥、吃沙丁鱼、菜脯蛋，你就连亲生母亲被糟蹋你都不管。哎，阿丽有没有给你电话啊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哎呦，关心一下嘛。
关你什么事啊？哇，好心问你，今天给他这样说了，真是的，每次都这样，好像我欠了你一样了。你是欠他一条腿。哇，你为我想的，那如果可以哦，我把这条腿还给你了，你要不要？哎，老大，开玩笑，你干嘛这么认真啊？谁不知道你那个时候也是为他好，让他去看医生啊？要不然的话，高烧都有可能把他那个脑给烧坏，变成白痴啊。腿坏总比脑坏好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讲了，可以吗？是啦。老大，早上那个女生是不是你女朋友啊？对。阿娇啊，还女生，人家已经有老公了。是吗？哎，我还以为你有机会。哎，不过也可怜了，嫁了等于没嫁一样。为什么？她的老公哦，你这样八卦的嘛？再八卦一下啦，她老公是谁？老高咯，巴沙卖杂货那个老高。就是吧。哦，我知道你刚才要说什么了。哎，我什么都没说啊！你不要像演舞台剧这样到处演，给我惹麻烦啊！你干嘛这么紧张？你什么都没有说，我什么也都没有说啊。那我们两个刚才说了什么？都说了什么？废话喽。多少钱呢？总共8块半。哈，这点东西要8块半，你有没有算错啊你？要不要说给你听啊？猪脚5块，花生1块半，咸菜1块半，粥2碗3毛3毛。对不起，算错了，是8块6，不是8块半。这点猪脚要5块钱，这几粒都要1块半，还有这咸菜2口就吃完了。安迪，你知不知道行情啊？我当然知道行情，行情很坏吗？连部长都要减薪。算了算了。哎呦，你现在啊，没有钱别吃了。你说什么？算了算了。放手！你叫东西的时候有没有问价钱的？你跟他砍菜头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啊，叫这些又油又腻的东西。他们喜欢吃嘛。阿爸阿妈，花花价。你到底有没有为你的爸爸妈妈着想的啊？他们都已经那么老了，他们想吃什么就让他们吃吧。再说，他们也吃不了几年。那算了，反正母亲是你的。等他们吃到进医院的时候呢，不是他们死就是你死。你怎么说这种话？不是吗？现在医药费分分钟算万的，你也知道我们没有 Medisave 啊，我们没有进 CPF 的。到时候啊，不是你死的话，就是我死了。你那个师弟到底要不要来的？是不是放红飞机啊？哎，上课上早。来了来了。啊，你吃饱了没有？哪里有时间吃呢？但我还要赶回公司去呢。哦，现在不是吃饭的时间吗？吃饭时间又怎么样？公司快要裁员了，现在要你做到天亮都得做啊。不是吧？做政府工也要裁员？你怕我们跟你借钱呐？现在政府公司都自身难保，还管你做不做政府工？我们出来不是谈政府，你赶时间，我们也赶时间，我们爽爽快快，该谈的谈完它，该解决解决掉，爽快一点。你看什么猪脚？你爱吃是不是啊？你知道出来干什么的吗？讲啊！哦，学群啊，你这样把爸爸妈妈给甩掉，好像不是很负责任哈。三哥，你不要甩甩声这么难听好不好？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我老婆跑了，剩下3个孩子不知道要怎么办。现在要我怎么去照顾这2个老的，而且还为了他们，阿妹要跟我闹离婚呐！喂，你有你的问题，我们有我们的问题，我要跟你3哥离婚呐！阿妹不是开玩笑的，她真的去找律师啦。我要去找律师。三嫂，你又何必闹成这样呢？喂，你要搞清楚，这不是我闹事啊，是你给我麻烦。我们已经照顾他们半年了，干嘛还把他带来我们这里呢？
是他们自己说要去的，不信你可以去问他们。我说要送他们去大哥那边，老爸就闹着要去跳楼，死都要我送他们去你们那边啊！不是吧？大哥住的是大洋房，我们住的只是2房1厅，挤都挤得要死。你以为有宝啊？来我们这里干什么？好心你要推卸责任，找个好一点的理由啦。不信你可以问他们喽。你看猪脚。阿爸阿妈，要先讲，要同路人有要将过过，大路人买糊。你看，他们什么都没说啊。阿爸，农讲要同路户大哥亏，你知无？讲要户晓老？我哪不好讲，多你几个找爸不？他说什么？哦，他说猪脚很好吃，可不可以叫多1碗？你跟他讲，他再吃的话，不是要爆血管，是我爆血管啊！三嫂，猪脚而已嘛，老人家想吃就让他们去吃喽。你说的好听啊，你知道一碟猪脚多少钱吗？8块钱呐！哇，这么贵啊！是啊，几粒咸菜和几粒花生也要3块钱呢。那倒不如去买个花生罐头来开，不是更便宜？在巴萨买块半钱咸菜要吃几天呢？而且现在冰冻猪脚也很便宜啊。就是啊，现在小贩好赚要命啊！哎呀，我说这干嘛？刚才我送到哪里去啊？猪脚。哦，猪脚我来就好了。哎，再来一碗猪脚。三嫂，我也知道大家很难做，我也不想大家一见面就像仇人一样。不如我建议大家凑钱送2个老人家去疗养院吧。哇，我们照顾完你们就说要送去疗养院，在我们家住的时候就没有人提。你要送你自己送，我们1分钱都不会出的。好，那三哥你拿主意吧。如果大家同意分担的话，我就去找大哥他们谈。现在问题不是要不要送，而是爸爸妈妈肯不肯。你也知道了，他们都说过了，打死他们，他们都不肯住进老人院。我不管了，老人家真麻烦了。哎，再来1碗粥，你帮他们吃一些啊，吃那么多东西下去，明天不能大便又要呱呱叫了。是喽，讲他们又不听，这么老了还不进口，看到什么又吃什么，吃得太饱又喊肚子痛。老人家不知道啊，我们麻烦啊。对呀，为了他们，我天天跟阿妹吵架，连我家的彼得都受不了了，要闹离家出走啊。谁是彼得啊？我家的狗啦。哈，连狗都受不了啊。就是嘛。哎呀，干嘛越说越远啊？哎，对，我不管你怎么安置他们，住在你家也好，hotel也好，疗养院也好，总之我们的责任已尽，不关我们的事了。三嫂，你不要说到这么绝好不好？毕竟他们也是你的家翁家婆啊。对，他们是我的家翁家婆，不过也是你的爸爸妈妈。我这个做媳妇已经尽了本分了，我问心无愧了。走，你还吃？你们走，我也走。还不走？那爸爸妈妈呢？他该走了，我们还不走？走啊！哎呦！走啊！那我爸爸妈妈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你问我问谁呀？学琴他真的走了。你呀，他就是看准你心软，你一回去的话就中计啦。你快点去拍照吧，时间到，得是非要浪费掉了。我3点就会和你啊。可是我的爸爸妈妈，你怕人家拐走他们呐？走啊，去通道上警察局上电视啊，到时候大家难看。你老大有头有脸，老二是教授，他们不紧张，我们紧张个屁啊！快点呐，但是要走了。那你呢？我省钱搭巴士啊。哦。走啊，还不走？走啊！走！就不相信的死学情，都不顾他自己的爸爸妈妈。真的一走了之？敢做不孝子，我就敢做不孝媳妇儿，看谁比谁狠。哎，先生，你有毛啊？你有毛啊，先生？闰啊，钱啊，money 啊！哎，哇，简直跟2只盲鸡讲话。喂，干嘛说话大小声啊？老人家什么地方冒犯你啊？说话呼呼喝喝的。吃的东西没给钱啊！我刚才不是给了你了？刚刚叫2碗粥还没给啊！
多少钱？总共6毛。 6毛钱就在大呼小叫，我只不过上个厕所你就不能等我？需要在大庭广众骂老人家吗？我哪有啊？还说没有？喂，你来，刚才有没有听到他骂他们盲鸡啊？我不知道。喂，你相信吗？我打去电视台，打去报馆，说你呀骂他们盲鸡，找那个人做证人，你太没有礼貌，你不尊重老人家，你这个孩子啊太没有家教了。我骂你啦，不是说以前就是啊。喂，我才不要跪，6毛钱还给你。爸妈，行了。 阿爸，我行。我行。妈的。哦，哎呦，亲家来了，那小心小心，坐这边。妈的，这边我要坐那边。好了，小声一点了，小心一点。啊。吃饱了没有啊？假爸不嘞？ 嘉喜啊，现在几点了？你怎么还没有给他们吃东西啊？妈的，他们很 brother， 你不要听他们的。他们刚吃了2大碟猪脚，还有2大碗粥。你呢，千万不要给他们吃什么东西了，2杯中国茶就够了。真正饿死的人是我，不是他们了。谢谢你啊，我真的饿死了。慢慢吃，很烫的。你现在几点了？你怎么还没有吃东西啊？你不知道啊，外面东西现在贵的要死，说什么经济不好啊，什么东西都贵的。他们2个人吃一顿潮州粥，我都吃了10多20块钱呢。那也不能饿肚子啊。不要给老人家饿肚子就行了，我们年轻人有什么关系呢？你真孝顺啊。什么孝顺？我是没办法，给点。开进啊，亲家来了，你不会跟他们打个招呼啊？说什么？说什么还要我教你啊？这里只有你会讲海南话，过去跟他们招待一下。来，2杯茶拿去。哦。金爷，睡得。妈的，我把他们寄放这边一下，今晚再来接他们。你不是说他们已经去了小叔那里吗？他昨晚再把他们丢回来啊！他竟然载他们到我家楼下，这样丢着不管。还好我邻居打电话叫我下去接他们上来啊！怎么会这样啊？就是啊，这些兄弟姐妹啊，知道学子好欺负啊，可以吃就吃，可以推就推。哎呀，怎么说都是自己的父母，能做就做了。你做媳妇的可以伺候家公家婆也是应该的。妈的，我这个人是很拔度的，我该伺候我都伺候了，而且还多伺候3个月啊！我呢是问心无愧了。可是现在他们把他丢回来啊，我不翻脸行不行啊？我又不是他们家里唯一的媳妇儿，他们一定以为我笨啊，我可以利用。那如果他们不把他们接回去的话呢，我就把他们丢在路上，让警察去管。哇，哎，你这媳妇很毒嘞！你干嘛躲在那边？你想吓死我啊？还有什么好事儿？还不是躲在那里偷看马金啊？大哥，好心你啦！你赌马的钱省起来啊，可以买几间政府主屋啊！哎，你的手机拿来借一下来。拿去了，拿去了。你不能拿给我啊，我都累死了。哦，我来。谢谢你啊。马德，你看法德好像木头一样坐在那边。开金啊，怎么不跟他们聊天啊？睡得，我该。你除了喝茶没有别的说嘛？老婆啊，我们1年都没有见1次面，有什么东西讲啊？你自己不会找话题跟人家说嘛？嘉喜啊，喂，你看他们俩。喂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要找老大老二说清楚啊，今晚无论如何我不会让他在我们家过夜的，就这个样子啊。他们是不是有点不舒服？妈的，他们是吃太多啊，胀风啊，肚子。威廉嘛，给我一杯。冰起来了。哇，你很厉害啊，知道我要什么。很厉害哦。我猜的。还有那个学子真的是神经病啊，专门买一些油腻腻的东西给他们吃，搞到最后啊，麻烦的人就是我。老人家都是这样的。我说老人家最重要的是不要给人家麻烦，要自动。像他们那样啊，谁碰到他们会短命几年的。好了，别说了，你带他们到楼上休息一下。
我去中药店买一点药给他们吃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有没有油？给他们涂一涂，放几个屁就好了。还是要吃一点药比较好。你不看这个会死汗。我出去一下，看见。妈的，我跟你一起走。老爸，麻烦你帮我带他们上楼啊。去楼上哪里？大哥房间。哎，为什么是我的房间？你干嘛又跑回来啊？想你喽。想我？你呀，一个电话都没打回来，我以为你被那些人抓去了。怎么？你炮被他们切掉啊？你还敢跟我嬉皮笑脸的？怎么？开玩笑不可以？你整天脸黑黑的，不想看到我是不是？那我走喽。走就走啦，谁管你了？佳倩，佳倩，不要这个样子好不好？我也是想你才跑回来的啊。你那件事情解决了吗？解决了，没事了。有一位大哥出面帮我摆平了。那么容易？当然啦，那位大哥比他们更有势力哎。那几个王八蛋敢不给面子？哎，人家那么好心要帮你啊！哎，我是托人去求的嘞。哎，这些江湖事你不懂的啦。你不要整天开口江湖闭口江湖的，你以为在拍武侠片啊？为什么我跟你说了什么，你都不高兴的？你不是说你要去谷歌做余杭的吗？不去啦，我有更好的门路。又是走私贩毒啊？不是啦，要走私贩毒，上次还要躲在你们那里吗？这是真的是正当的生意啦。什么生意啊？出入口 import export 咯。你不要想再开口跟我要钱啊！我1分钱都没有啦。你就真的这么看衰我啊？我现在有开口跟你拿钱咩？我又不是小白脸。那上次你借我的钱我还没用到呢，还给你。8000块，我1分钱都没有用到。还有之前欠你的钱，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你有没有话跟我说啊？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那我走了，我真的走了。喂，你住哪里啊？我不会睡路边就是了。等我赚了钱，我带你去吃，不好意思 ，OK？ 拜拜。喂，看什么？老高，什么老高？放！哎呦，高速不会叫一声。以前啊，小时候啊，来我店偷东西，给我抓到呢。高速前，高速后，现在长大了啊，想跟我平起平坐啊。高叔啊，开个玩笑，干嘛计较这么多？我也是怕把你叫老吗？你又在看什么啊？哦，我在看你们什么时候忙完啊。好啊，你讲啊，现在讲啊，我有空啊。哦，没有什么啦。上礼拜六我有一场舞台剧的表演，刚好手上有一些票，看你们要不要过来捧场啊？哎，一起过来捧场啊！不要了，不要，我们不要啦。我们这种没有文化的人呢，真的是看不懂你演的戏。不会，相信我，这次是很简单的，你们一定看得懂。而且我们这次的表演呢是很 hot land。我不懂什么 land 啊，我知道飞机 land 啊。跟我走。高叔啊，那你先听我解释一下剧情嘛。这个剧情是在说一个老夫少妻的故事。一个老兵退伍，用钱买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回来当老婆。怎么样？这故事不错吧？不错。谁写的？我啦。走。
认得我吗？上次我们已经见过面了，你有去过我们店里啊？高叔啊，如果你自己不能去的话，你不要太自私啊，给你女儿去咯。她是我女儿，她是我的老婆，快走走走。Sorry， 我以为你是他老爸啊。走，不好意思，走走。高嫂，拜拜。你给我走啊走啊！你为什么跑去那边啊？你跟我讲。那时候我去买东西，经过他们的店，突然间肚子痛，就跟他们借厕所了。你以为你讲的话我就会相信啊？啊？是真的。你需要买到什么东西，还要跑去那边？啊，这里。这个不是明明在我们隔壁那个发髻买的？我知道，你就不安分啊？没有。你是不是看那个演戏的英俊潇洒，所以才去找他？不是的，我都不认识他。没有。老大，怎么？刚才我去老高的店啊，我看到老高跟他老婆，我怀疑啊，老高好像虐待他老婆。哇！你说什么啊？胡说什么？我没有胡说啦，我说我看到老高虐待他老婆。他老婆叫什么名字？阿娇啦。对，阿娇。老高对阿娇的态度很差我觉得阿娇这个人好像很单纯哦。哎呀，你不要夸张了你。你以为你在演戏呀？啊？人家老高很疼他老婆的嘞，只不过有时候是紧张了一点，因为他怕他给别的男人勾去吗？哎呀，人家老婆这样漂亮，这也难怪吗？我看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啊。我刚刚啊，还跑去他店里面去偷看。啊，你这样阴险？我什么阴险？我就是觉得里面有点不大对劲，所以我想探个究竟嘛。我看你才不对劲啊！做个男人做得这样八卦。喂，去哪里？走啦！妈的，讲话讲一半就走。那你说我八卦，那我就不要八卦了。至少讲完啦。你也这么八卦啊？这样讲。可是我站在店外往里面看，我看到两个人在挣扎，然后我又听到老高的呼喝声啊！说，吓死人了你！啊？家父，你做什么啊？没有啊。后来啊，我听到阿娇啊一声好像很痛苦的样子，他被打8成了。蚊子有牙齿咩？这明明是牙齿印吗？老大，怎么？你在想什么？没有了。那你怎么不回答我问题啊？你问过什么？我问你，你跟我说过阿娇嫁了等于没有嫁，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小秘密啊？没有啦。没有。没有了。哎呀，骗你是乌龟啦。那总之不关你的事，你就不要管。你不要去惹是生非哈，把没事变成有事啊！我什么惹是生非？又怎么没有事啊？明眼的人都看得出来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看啊，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，为什么偏偏嫁给那个老高那种男人呢？这里面啊，一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是我们不知道而已。一旦知道以后啊，我们就不能坐视不管啦。老大，你这个人啊，最有侠义心肠了，你一定很认同我的看法，对不对？当然啦。所以咯，如果阿娇真的是被老高虐待的话，那我们就有义务啊，要帮他从老高的魔爪给救出来。你说你风流倜傥，无人能挡，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
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大方，天下无双，请你放心上，和朋友遍布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雨水撑不了海洋，一人比两担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